Hello，大家好，我是 Steven，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那前阵子 Steven 有收到网友的一个讯息哦，就是说可能可以添加一些照片的调控档，或甚至怎么去做一个调色的部分，去做一个教学啊，或甚至一些分享。于是 Steven 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平时 Steven 在做一个照片的调控的部分，在 Lightroom 上面是怎么做一些参数的设定这样子。其实 Steven 平常在做影片的部分其实我自己也是会回去回放。那当看到一些照片，那我也会有一个相同的想法，就是照片是这样拍的，那下一张照片又是这样。但是看完了之后呢，就没有然后了。那 Steven 就借由今天的数位影像后置暗房的一个调控参数那顺势也提升一下我们频道的一个专业程度来回馈一下我们的网友。因此 Steven 今天也利用金国七海寓所的一个照片的素材来讲解一下如何去做一个 Lightroom 的一个调控参数的调整那这一次我们的主题主要就是如何在 Lightroom 里面调整出有质感而且怀旧金铜色的一个滤镜调控档。首先我们进到 Lightroom 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我们就要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色阶表。那色阶表的部分的话，我们暗部的部分会稍微偏深了一点点。那亮部的部分的话，那其实中高光都算还 OK 那因此我们首先要看到的这个参数值，曝光对比亮度阴影白色黑色这个参数值我们大部分会需要调动的大概就是对比度因为对比度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复古电影的效果或是金铜色的一个复古感觉会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有带入人像的部分的话，那其实对比度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会比较好一点那因此在人像的部分的话，我会比较习惯就是不要那么强烈的一个肌肤纹理，那让肤质看起来比较通透，然后比较协调、平和、平顺、舒适一点。那我就会把这个对比度稍微调到大概-15或甚至-20最多不要超过-20让整体的细节的感觉比较不会那么强烈那再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阴影的部分我会稍微补一下暗部的部分那补的部分的话，我大概会调到大概10或甚至15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这张照片也不需要补太多，你大概补到10左右，因为补太多的话会显得有点不自然因此我在这边大概补到10左右。那再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S 曲线图那其实曲线图的部分，我们一般大部分是不太需要去做一些更动那其实今天既然是有做到一个复古色调或甚至这种调控档的部分那其实在低光的这一个定毛就会相对的比较重要那其实定毛的部分的话，我们如果要带出一点复古褪色的感觉那我们都会把这个低光的这个定毛稍微往上提那 Steven 我这边是建议大概提到大概9左右那其实整体的效果的营造的气氛就跑出来了。那再来就是说中光、中高光的这一段那我会在这边去做一个定毛，以及高光的部分去做一个定毛就这3点去做一个定毛。那这个定毛主要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调动到一些中低光的部分，我们把它修正为正常的位置那在中高光的部分那其实 Steven 是觉得不太需要调整那在高光的部分的话，其实影响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可能地板或甚至窗外的一些高光的部分那我是觉得其实稍微修正一点点修正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如果你修正太多的话，外面的部分会有点过曝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是在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S 曲线那在这边我们既然要做复古，我们低光的这一个定毛就非常的重要，要把它拉高才会有所谓的褪色的感觉然后再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往下拉看到色温那色温的部分，我们其实一般照片正常的色温大约是在4500到6000又或者甚至6500左右那其实5100的部分其实它会偏比较有一点
一点点的蓝哦，在这个照片里面哦。那 Steven 我是比较建议把它修正到5500，稍微偏暖一点点哦。那这样会比较有利于我们调整成金铜的一个复古色调。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稍微调了一下色温哦，那这个金铜色哦，它的色彩其实就跑出来了。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调到我们所谓的其实这个色彩混合器，它简单讲就是一个色调分离的部分哦。那我在这边的话，我们大部分看到其实就是橘色齁，或甚至在金绿色的这个部分哦，其实它占的占比会比较多哦。那剩下就是当然窗外的绿色，那剩下的一些蓝色以及紫色齁，其实它几乎没有。所以因此我们后面这4个色调，我们可以比较不用去管它。我们今天就是针对于橘色或是黄色跟绿色的这个部分哦，去做一个调控哦。那我们首先可以先把金绿色的部分去把它调出来，因为你看，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 bar 我们调到比较偏金绿色的部分哦，它整个一个古铜的感觉就跑出来了。那这边的话，其实因人而异哦。那 Steven 我是觉得大概不要调太多，大概调到30，其实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了。然后再来就是饱和度哦，我们可以把它调多一点哦。调多一点的话，那它整体看出来的感觉会比较明显哦。那我这边的话是大概介于15左右哦。然后再来，我们就看到所谓的3个颜色哦，中间调、阴影，然后还有亮部的3个圆饼图哦。那这个其实是左右了我们的一个色彩调控，也就是所谓的滤镜调控档，大概最大的一个成分哦。因此我们要稍微检视一下我们的照片哦。那在低光的部分跟高光的部分，它占有的比率大概是多少？因此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低光大概是在这边。那我们高光其实占的部分比较大哦，在这整块的大的区域哦。因此我们在亮部的部分，我们如果修正的太多，我们举个例子，这边我们如果修正的太多，我们会马上左右了整个照片的一个色彩。因此我们这边的话，在亮部的部分，我们的跟动就会比较小心一点点哦。那我们这边就回归我们的一个原本的预设值哦。我们就把它调到预设值的部分哦。我们首先从中间调的部分哦，比较安全的色调去做一个调色哦。那我们今天既然主题是金铜色复古风哦，那我们其实色彩的部分，我大概会拉到47或甚至50的部分哦。那这边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说以我们的一个黄金色为主哦。那再来我们的一个亮，我们就大概拉到10左右。那拉到10左右，然后我们这边一样拉47哦。那再来我们可以调我们的阴影的部分哦。我们阴影的部分的话，大概是只有右上块这一个区块哦。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个些微的调控哦。那我们调控的部分的话，其实大概走在50的这个附近哦。那就会发现，其实50的这个附近，它其实整体的色彩金铜色的色彩就跑出来了。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去斟酌一下我们调整的一个量。那我是比较建议大概调到大概10到15左右就好了。那 Steven 我是选择调到10啦，因为调到10的部分的话，就尽量比较不会去修正到原本的照片的还原度。那相对也比较自然一点点。那再来就是调整我们比较容易或甚至说出错的地方啊，那就是说亮部的部分，因为我们照片的占比比较大嘛，对，所以我们这边的调色的部分的话，我一样大概以金铜色的这个区域去做一个调整。那我这边的话，我大概会调到50这个位置哦。那我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我调的太多，我整个照片会偏的非常的黄哦，那这边会看起来比较不自然。因此我这边比较建议就是大概差不多10左右，那最多也不要超过15哦。那我们这边的话，大概调整在差不多50
如果说要稍微低沉一点的颜色，那我们就调在40。那我们今天就调整40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这边可以去看一个对比。其实这个是原彩的颜色，但是经由我们的圆饼图去调整出来，有没有看到大家在金铜色的这个色系已经整体都跑出来了。对，那就有这一个营造的一个气氛。那再来就是这边有一个混合度跟平衡度。那其实混合度其实主要就是说你调圆饼图的一个混合范围的程度。你越往右拉，它影响的层面会越深。那越往左的话，它混合的成分会越少。那这边的话我其实是不太会调。那如果喜欢稍微更强烈一点的效果，可以往右边拉到大概差不多70-80左右，那它会更鲜明，主题性会更明显。那再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效果，清晰度跟一个朦胧度。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主要会调整到的就是清晰度、朦胧度还有晕影的部分。因为其实晕影的部分其实就造就一个电影感，这个电影的质感。那这边的部分的话，我们大概都会调差不多15左右。其实我 Steven 是不太喜欢调到太多，因为调到太多会有点太过不自然。那当然这个也是比较主观，因人而异。那我是习惯把它调到差不多15就够了。那再来就是清晰度的部分。它其实主要是会调动到你的一个纹理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是暂时不会去做一个调整。那我主要是会调整朦胧度。因为朦胧度其实是整体的一个气氛，去朦胧的感觉。你如果说调到左边，它会有一个比较平坦的感觉，但是调到右边，你整个影像会变得比较清晰，而且沉重了一点点。那我这边的话，因为是金铜的复古，我稍微会加强到大概15左右。那我也是一样，不会增加到20。超过20会有一点不太自然。那最后就是锐利度的调整。那这个就是看每一个人的喜好。那明度的部分跟颜色的一个降噪的部分。那为了我们要把照片就是达到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色彩，那我一般都会把明度的一个降噪以及颜色的降噪，我大概拉到50左右。那相对会比较干净一点点。那这个是原彩的部分，会相对比较杂一点。那我经过我们的调整，会比较干净一点点。那再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复古的感觉。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控档把它储存起来。那储存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我们人像的部分。今天我把它带到人像的部分去做一个贴上。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去做一个比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调整出来的一个复古金铜色的一个复古感觉。那有没有感觉差很多？整个气氛的营造就出来了。那只是说我们套用到人像的部分我们也会需要去做一些微调。像这边人像的部分，其实脸部的一个色彩会有一点太过朦胧了一点点。那这边的话 Steven 我是建议就是套用遮色片。那在遮色片的部分的话，我们要选取一个主题。那像我这边的话就是按物件，那我去选取我的一个主题，把它选取出来。那选取出来之后呢，我可以在这边针对我的一个人像主题再去做一个细部的调整。那这边的话，我首先我会调整曝光度，就让我的肤色去把它拉亮拉出来，不会因为我的一个金铜的一个色调而影响到我的一个肤质的一个颜色表现。那在这边的话，我大概拉到差不多30、35左右。那也不要拉太亮，拉太亮的话会有一点不自然。因此我大概只会调动到大概30左右。那我们随着亮度提升，那其实我们对比色调也要稍微去做一个加强，去做一个综合的感觉。因为如果我们对比不去调整，那人看起来会有一点扁平的感觉。因此我这边会稍微把对比稍微加到5左右，5到8，
去做一个调控。那其他的色调的话，其实就不太需要去更动了，除非你的亮暗度的亮暗比有需要再做一个细部的调整。那基本上套用遮色片之后呢，那整体人像跟一个背景的部分看起来就会比较协调一点点哦。那我们这边就结束我们细部的一个调控哦。那我们调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东西再去做一个拷贝了。那我们把它拷贝之后，我们再贴上我们下一张图哦。我们下一张图我们再做一个贴上哦。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没有调过的哦。那这个的话是套用了金铜色的一个复古的感觉哦。那这边的话，有没有看到整个气氛的营造就出现了？那会让你整个照片看起来会蛮有质感的哦。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也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在这个色调分离的这个色彩，我可以去做一些微调。因为今天有套到人像哦，人像的部分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把它减低一点点哦。像刚刚的话是用到30，那相对金铜、红铜色会比较多一点点。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减少，让整体的肤质再看起来更自然一点哦。那我是建议大概15到20左右。那我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把它调到20。那饱和度的部分的话，这也可以去做一个修正哦。因为如果说你饱和度太高，人看起来的肤质跟背景会有一点太过不和谐哦。那我这边的话，可以再去做一个减少，减到大概差不多5到8，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和谐一点点，看起来会比较和谐一点点。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肤色，因为其实我们的橘色有可能会调动到我们整体的肤色。所以因此我们这边不太会需要去改动哦。因为这边如果饱和度你去改动哦，你的颜色可能就会破图哦，就是在例如说肤色的部分。因此我们在橘色的调动上面，我们能不做就不做，除非你要去做一些肤色的一个改变哦。那最后我会稍微讲解一下哦，在红色的部分，因为我们这边的纯色哦，因为毕竟是复古的一个质感的金铜色调，所以我们会比较特别强调一下红色的部分。那我这边的话会把红色的饱和度去拉高。那在拉高的部分的话，我们拉高大概拉到20左右。那我们整体红色的颜色纯色其实就会出来了哦。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哦，这个是比较没有纯色的感觉哦。那这边的话就是把色相稍微往下调，大概负15到20左右。然后我们的饱和度我们可以拉到大概30到50左右，因人而异那我是觉得大概差不多30就还蛮自然的那最后就是明度的部分那明度的部分的话，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通透的一些纯色，那可以把这个明度稍微拉到10左右，会比较清新一点点。那如果说要更戏剧性的感觉，那我们就把它调到大概-13、-15，这样子看起来就会带有更复古的一个感觉那最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再检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更动。那当然，我们要戏剧性的复古的感觉更强烈一点，我们晕影可以更多但是这个就是完全因人而异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让它的金铜色的复古感觉出来就可以了。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可以把它拷贝起来，我们的一个设定值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到其他的一个照片去看每一个参数值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其实整体在这几个基色的色调调下来，其实套用到各个照片上面，其实都还蛮自然的那最后的话，我们套到一个带景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金铜的色调的部分其实就出来了。那这边的话，如果套用到这张照片，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肤色的一个亮度、明度没有出来那其实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套用一个相同的，就是遮色片的部分我们可以把人像去选取出来
那我们人像选取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做一个细节的一个调整哦。那一样就是这边我们的曝光值，我们去拉亮，那也不要拉太多。那我们大概拉的参数大概差不多调到30到35之间哦，其实就蛮自然的哦。然后对比度的部分的话，也不太需要去做跟动哦。那当然，如果你要让你的肤质看起来更舒适一点点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去把它对比调低哦，大概-10左右。那这边的话就是原彩哦，那这边的话是最后调整出来的感觉。那我们人像的人脸哦，整体的颜色就做一个补光哦。那我们在最后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重新再回到我们这个参数值的部分，看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跟动的部分哦。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稍微修正一下我们的高光的部分哦。那我们高光的部分的话，去做一个回调修正哦。那我们这边的话，因为高光的部分它会相对比较亮哦，我们就会把它拉回来一点点。那大概拉到-30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那这边的话，我们一样就是拷贝我们的设定哦，然后逐一看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跟动。那其实比较需要去做跟动的，大概就是这一张哦。这一张的话，也是在高光的部分需要做一个微调，让它看起来不会太过刺眼。那再来就是这一张的部分哦。也是高光的部分做最后一个修正哦，然后再来就是空景的部分哦，就是把柱子高光的部分一样再去做一个修正回来，让整体的一个亮度的一个曝光值比较正常一点点哦。那以上就是今天 Steven 为大家带来一个富有质感的复古金铜色的一个复古滤镜操控档的介绍。看完 Lightroom 的调控档之后，大家有没有对于 Lightroom 的一个调控档的参数值的色调的部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呢？那当然，在调控档的部分，其实颜色的色调也可以自行去做一个修正哦。例如说偏青蓝色调啊，或甚至偏比较清新风格的色调，或是更戏剧性的一个色调的调控。那当然都是因人而异哦。那 Steven 我当天去七海寓所的部分哦，天气其实蛮差的哦，就是在阴天或甚至有一点下雨，那正好可以来做一个电影的戏剧性的特效效果，或是复古的一个色调质感的一个运用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那同时也可以分享给喜欢的朋友哦。那我是 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